下午好，我是季连梅药师，很开心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分享我的一些经验。我的职业是药师，过去我们缺医少药，在缺医少药的年代呢，药师更多关注的是药品。但是随着医药的发展，我们的药品已经很丰富了，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关注药品安全有效，那药师的这个职责也就慢慢的关注到了病人身上，就是患者身上。那我们的药师也不再是过去我们想到的药房里卖药的那个单纯那样的一个职业，药师也分化出来了很多职业，甚至有临床药师。那临床药师还会参与到查房，参与到用药的这个会诊。所以药师这个职业已经不是原来过去的样子。所以从我2011年在新浪微博上开始做安全用药科普的时候，那我其实就是肩负2个使命。第一个使命，把合理用药的知识传播给更多的人知道。那第2个使命呢，就是要振兴这样的一个行业，为我的职业代言。只有这个职业强了，我们大家的用药才更有保证。那做了8年的科普，我能知道妈妈们关心什么。那其实妈妈们关心的无非呢就是这样的几个字，我们看一下，其实就是6个字，3个词组：安全、有效，还要便宜。那我今天没办法展开所有的，我们就说妈妈们最关注的儿童用药问题，那就是安全。那从我们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时代开始，其实安全就已经放在了第1位。所以那个时候有这样一句话，叫做 First do no harm， 首先不要有伤害。大家知道希波克拉底是谁吗？我们每个医学生，我们要去医院入职之前，我们要宣誓的。我们宣誓的就是希波克拉底宣言，所以他是现代医学之父。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一直关注安全。那我们的医疗安全吗？我们说理想是很丰满的，但是现实往往是很骨感的。我们看世界卫生组织他给出来的一个报告，跟大家分享3组数字。那一个呢是第3，一个是35秒，一个是420亿美元。我们怎么理解这3组数字？第3，在美国有这样的数据表明，那全美死亡人数里面排在第3位的是因医疗事故导致的死亡。那第1、第2位的，大家有知道是什么吗？第1位的心脑血管疾病，第2位的癌症。那我们再来看那35秒，我们说是英国。英国的数据表明，平均每35秒就有一项有关这个医疗事故相关的这样的报告被递交上来。那我们再放眼全球，我们在全球的范围之内，和医疗事故相关的和用药错误相关而产生的花费，它是420亿美元。我们把眼光放在了欧美和全球。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国内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医疗事故和药物相关的。2016年的时候，一个妈妈带着4岁的儿子去到了当地的人民医院，看的是一个儿科的主任医师，开了这样的一张处方。在你们看来看不清楚这个处方，这是天书啊，对吗？这个处方其实不是给普通的患者看的，是给我们看的药剂师。药剂师要审核处方，所以处方上面的药和它的一些用法用量其实写的是医学拉丁语，所以你们看上去是天书。但是这个处方上面它是有一个错误的，它不应该出现一个维库溴胺。这个维库溴胺是个肌松剂，当人呼吸暂停，我们需要进行气管切开的时候，我们才用到这个肌松剂松弛我们的气管，然后才把这个气管插管插进去。
它不应该出现在一个门诊的处方上。当它出现在门诊的处方上，它直接就导致了这个4岁的儿童的死亡。这个在我们医院里，我们叫它高警示的药品。那我们说，医生开药，药师要审核处方，护士要给患者执行这个医嘱，其实是有好多道的防线的，为什么都没拦住呢？可能我们要是在表浅的层面来理解，我们就会说人的因素，会说这个医生无良。那我们人的因素会考虑的，这个医生和药师都相应的受到了刑事的处罚。但是我们再深层的考虑一下，我们会考虑制度的因素，制度有没有强有力的执行下去。在这张处方上面，我画出来圈框的地方有3个职位上的人，他是没有签字的。什么样的人？审核的药师、调配的药师、发药的药师。所以我们国家也在不断的反复的去杜绝这一类的错误再次发生。那也强调药剂师的作用，不仅药师的作用在纸面上停留，也要真正的在现实中执行下去。所以在去年的7月10号，我们国家出台了《医疗机构审核处方的管理办法》。在这个里面明确的规定了，药师是审核处方的第一责任人。那我们会说，这个如果能够强力的执行下去，我们的用药至少会有一些安全了。但我们知道这条路走起来可能还需要一段的时间，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家长要多学习，我们自己要多学习。那我们学习什么呢？我们妈妈是有痛点的，所以才要大家多学习。因为我们去看病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去医院我们排队是2个小时，看病就是2分钟。我们说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他也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医生是有3宝的。哪3宝呢？语言、药物、手术刀。语言是放在第一位的，但是在我们国家现在语言是稀缺的资源，那医生是没有时间跟我们进行太多的交流和沟通的，逼得我们的妈妈就要自学成才，我们就要学，保证我们的孩子用药安全。那我们学什么呢？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些学霸的妈妈，她已经开始学习说，我要知道这个孩子的化验单我得看懂，然后我得区分出他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我最后要评估他该不该吃抗生素。那真的能帮助到孩子吗？学霸的妈妈通过自学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如果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我们为什么要医生们要进行5年的医科大学的学习，然后有的本科还不够，还得学3年的研究生，然后再3年的博士，还要在临床进行轮转做住院医。这是为什么？是为了培养他们的临床实践能力，培养他们的临床思维。我们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网络上面很多人教妈妈们去看懂化验单，会说那个化验单你抽一个血啊，那个上面白细胞高了，就说明它有细菌感染，就该吃抗生素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妈妈，她就信了这个话。她一个10个月大的宝宝，因为剧烈的呕吐，她就想我带到医院里面，让医生抽个血，看看这个化验结果是怎么样的。拿回结果，她觉得白细胞好高啊，但医生说你回家再观察一下吧。她觉得这个医生不靠谱。回家之后，她就觉得这么高的白细胞，我觉得她应该吃抗生素，所以她自行的给孩子吃了抗生素。吃了2天之后，发现这个孩子不仅呕吐，还剧烈的腹泻，然后越来越重。他就来到我的问药师平台过来咨询我，我就会评估他。我说你这个孩子的整个的发病的进程、病史，还有他的用药史，那评估下来，我觉得你这个孩子你应该遵医嘱。这个孩子的白细胞高是跟他剧烈呕吐时候出现的一个应激反应是相关的，不是细菌感染。妈妈听了我的建议，停了抗生素2天，孩子好了。所以你看，我们
作为普通的妈妈，我们单纯的凭一知半解的那个自学，实际上是有可能害了孩子。